为什么那么多青年学生都愿意去考公务员呀？对呀，我想问您，那你进入这个体系嘛，哦你才有权利嘛。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都有一部分人是掌握权力，另外一部分人不掌握权力的。那么这个呢，掌握权力的人，他把它叫做 elite 然后呢，中文呢就把它翻译作精英了。这个比如说在网上看到有留言，就是说什么精英啊，都是些垃圾。我们中文呢，这个经常是望文生义。对，这个一看这精啊，一看这英啊，这两个词都是好词，是吧？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好。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精英。您再把这个精英这个概念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第一反应是谁是精英？到底是权力集团还是权贵既得利益者？谁是精英？对，这个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其实就是让我讲一下精英这个概念。因为我使用这种概念来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比如说在网上看到有留言，就是说什么精英啊，都是些垃圾。对这个有什么精英啊？而且说，比如说知识分子、公知，的官员，凭什么你们就是精英对，你们就是权贵集团，你们就既得利益者。这个我想呢，这是我们中文呢，这个经常是望文生义。对，这个一看这精啊，一看这英啊，这两个词都是好词，是吧？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好。另外呢，中文的概念呢，就褒贬意义太强。那往往一个词呢，你还没有说好坏，你用这个词就表示好了，是吧？但是呢，那我这个词呢，当然是从英文中直接翻译过来。那么这个 elite 这个东西呢，它是西方政治学当中一个特殊的一个流派。那么这个流派呢，当然从传统上。自从古希腊的政治学研究当中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这个掌握权力的人，和这个不掌握权力的人这么一个区分吧，或者叫做掌握权力的人，他不光是一个统治者，那比如说贵族他分享权力，这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把这个贵族和这个大众，那么这样之间的这个权力的不同类型的划分，就用它来划分不同的政体。那么到了近代呢，就是在19世纪的后半期和20世纪的初期，那么意大利有2位政治学家呢，一个叫做帕雷托，我想一想中文怎么说啊？帕雷托，一个叫做莫斯卡。那么他们2个人呢，就系统的提出了一个政治当中精英理论。他这个精英理论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的。马克思呢是讲就是说不同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这个阶级来统治，是吧？过去是比如说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统治，就是封建社会，然后资本家阶级统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然后进化到共产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统治，然后没有统治阶级了，就是未来的理想社会等等，它是阶级分析的。那么阶级呢，它是用这个你和经济生产的这个联系来这个界定阶级的。那么帕雷托和莫斯卡他们的分析呢，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都有一部分人是掌握权力，另外一部分人不掌握权力的。那么这个呢，掌握权力的人，他把它叫做 elite 然后呢，中文呢就把它翻译作精英了。当然，你可以把它翻译作，比如说掌权者，但是这掌权者呢，又有点不够广泛，因为他讲的这个掌权者呢，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掌权者。那不仅就是说你在政府的一个位置上坐着，当一个什么长，你是掌权者，那你也可以是一个掌握财富，因此你对这个社会有权利，你也可以是一个。这个有话语权的人你也可以是一个掌权者。另外呢，可能还有呢，就是说你根本和这个现行体制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呢，你也有巨大的财富和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我们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么他也可以是一个精英。比如说在美国，那现在民主党在台上，共和党，你说 Trump。对，川普他就是一个平民是吧？当然他现在是一个总统的这个竞选者了。那在这进入这个过程以前，他就和别的平民在法律上是一样的。但他和别的平民一样吗？他当然对社会有影响力不仅因为他是前总统，他没有成为总统以前，他也有社会影响力。那也有这种就是说这种所谓掌握权力的人这个其实呢，帕雷托呢是把它
区分为这个叫 governing elite 和 non-governing elite， 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那我在中国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一般不使用非统治精英，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呢是共产党垄断一切。对，我们能够看到在中国有一个人和共产党处于敌对状态，但是你掌握了巨大财富吗？没有。对，那孙大武他可能在发财的过程当中也和共产党体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是吧？他也不敢明确的说我不跟你，我是跟你作对的，我不是你的一部分。没错，对。所有的企业家，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说，所有的企业家，你要想获得财富和权利，你必然是要跟他妥协，甚至是他的一部分。对，所以在中国这个特殊情况下呢，当我使用精英哈，那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人，而且是和这个权力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呢，并不表示他个人有多么优秀的品质，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对，这个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概念，往往是道德概念。就是说用一个词就表示好了，用一个词就表示不好了。那么这个词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说，不管这个词本身可能有这个什么样的道德色彩，但是呢，一定要中性的使用它，就是描述性的使用它。这就像我们说一个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你不能说你说它是桌子的时候你在赞美它，说它是椅子的时候就是在贬低它，因为椅子都比桌子矮，那这是没有道理的吧，是吧？那你不能够用中性的词语来描述一个现实事物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讨论问题。因为你总是什么叫科学呀？科学就是用一个中性的概念，你说我们在中国中一说的说这人是一个星，那就是一个明星，那就是一个褒义了。那天上的星星，我说它是星星的时候，难道我对它有赞美吗？你可以有诗情的赞美，但是在你进入天文学的时候，这里边就无所谓赞美不赞美了，是吧？我觉得这个精英这个概念呢，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掌握普遍意义上的、广泛意义上说掌握权力的人。当然这我当讲这个在中国来分析这个的话，为什么要中国特别要引用这个精英这个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实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呢，在中国这个制度下，你有没有进入这个权力体系和你这个是区分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一个缺少公民权利缺少基本法治的这么一个社会。那进入这个体系，其实中国的一般的民众都懂得这个东西，但他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那么多青年学生都愿意去考公务员呀？对呀，那你进入这个体系嘛，你才有权利嘛，是吧？那你就进入精英了嘛。对，那你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你考上公务员，你就属于精英阶层了。但是这个精英并不表示你就到这个价值判断了，我会内心的又觉得又开始鄙视了。就是说这个，因为精英就是再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是西方的，如果意大利也好，美国也好，包括60年代，我记得还有一本叫《Power Elite》那本著名的那本书，它里面也专门讲到了，就一个是它是也是客观的陈述这个 elite， 对，哪些人属于 elite？ 你政治家你一定是 elite， 你公务员你一定是 elite， 你企业家、明星，对但他马上谈到的就是这些 elite， 他因为拥有这些 power，所以他对社会变化。他对社会人类的进步，他是必然具有责任的。但这层意思到这个是在这个美国这个语境下面，当然他也是带着对权力的其实是一种要求和一种监督。对，他这个就是2层。第一层呢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是的。第2层呢是他的一个价值上一个提出来一个看法，还是有个价值看法。对，所以我们也是你要先有客观描述，然后再提出这个你的有价值、有倾向性的看法。是，我的看法很多肯定是有倾向性的，这很明显的。对，但是呢，我就是说。那你不能把所有的所有我讲的东西都是归为这个东西。所以说有人呢就拿着后边的价值来 challenge 前面说来挑战你说你前面讲的这个东西好像你对这个体制那是赞美什么什么东西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是我想怎么讲呢这就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认识现实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范，就是说首先你把描述性的东西描述清楚，你是这么看的。对，我并不是就是说我描述的东西就一定就符合客观现实。对，但是就是说我是这么看，是不是这么？你觉得也是这样子的那好，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了。